今年的小钢炮笔记本真的不少啊，像 ROG 的幻视3、雷蛇的凌刃14锐龙版，这几台我们都评测过。不过呢，它们有个共同点，就是贵啊，起步就是8000块钱，再加上选配得小2万，实在是脱离群众的消费能力了。那我预算不够，是不是就没得选了呢？倒也不是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台是联想推出的小钢炮 ThinkBook 14P。这台电脑采用了标压处理器加 2K 屏加核显，并且散热表现依旧非常出众，单烤来到了45瓦，比那些小新系列更猛。那么这台 ThinkBook 14P 的总体表现如何呢？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吧。先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，ThinkBook 14P 采用了 AMD R7580H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，核显是新款的 Vega 8，没有独显。内存是板载的双通道 16GB DDR4 3200兆赫兹，硬盘是512GB 的海力士 PC711。屏幕部分，它搭载了一块14英寸16:10比例100% sRGB 色域的 IPS 屏，分辨率是2240×1400。价格方面，这个配置的参考售价为5899元，据说8月中下旬会有一批原价的新货到位。除了这个配置，我觉得560H 的版本性价比更强一些，届时价格也会更低。下面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，ThinkBook 14P 的机身采用了全金属材质 ，A 面是家族式的银灰色双拼设计，正面包含了 ThinkBook logo 和 Lenovo 的名牌 ，A 面长得和 ThinkBook 14差不多一样，不同的是它采用了立式的屏轴。一方面，屏幕打开时不会挡到出风口；另外一方面，阻尼调整得很到位，手感顺滑，单手开合也很轻松。B 面是16:10的窄边框屏幕，上方的摄像头模组有物理开关遮挡，还集成了光线传感器。C 面的键盘布局和小新系列差不多，不过呢，键程明显加长了，打字回馈有明显的提升，就是方向键还是半高大小啊，没有向着 ThinkPad 靠拢。下方的触控板的面积很大，表面是玻璃材质，滑动和点按的手感都不错。地面是常规布局，上面是一排长脚垫，中间是大面积的进风口。整机厚度14.7到18.8毫米，机身重1.43千克。由于采用了全金属机身，比常见的14英寸轻薄本要重一些。另外，它的原装适配器是95瓦的，个头没有游戏本的那么大，但是要比一般的轻薄本适配器更重。外出时建议自行搭配 PD 充电器，减轻旅行重量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接口，机身的左侧有2个全功能的 Type C 和一个3.5毫米的耳麦接口。后侧是2个 USB 3.2速率的 A 口，一个 HDMI 2.0和一个 microSD 读卡器。这台电脑的接口数量非常多，而且呢14英寸的机身把接口放在背后是比较少见的。这种设计可以进一步把机身做得更薄，并且呢可以增加出风口。不过 USB A 口都在后方，可能插拔的时候不太方便。下面进入实测环节，先是屏幕，它的面板来自龙腾光电，规格参数和小新 A14 Plus 上的很接近。实测色域容积为108.5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99.9%的 sRGB。色准部分，它的平均Delta E为0.98，最大Delta E为1.92，色准表现不错。屏幕的最大亮度在370尼特，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20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38毫秒。另外，这块屏幕也通过了莱茵的低蓝光认证，长时间观看不容易疲劳。不过代价就是牺牲了一点色温，只有6100K， 看起来稍微有一些偏黄。这块屏幕的整体表现不错，集成了高分辨率和16:10比例，色域色准表现也不错，还搭载了防蓝光，比较适合一些文字工作者。那除了这个面板，官方的顶配版好像还能选配 2.8K 加90赫兹广色域的型号，价钱真的能为所欲为啊！接下来进入性能实测，先是 CPU。ThinkBook 14P 搭载了标压 R7580H 8核心16线程，在 Cinebench R20的循环测试中，前7次的分数都在4500分以上。之后会有小幅下降到4400分左右。从跑分时的功耗监控可以看到，前7轮跑分时 CPU 功耗都先冲上65瓦，然后回落到54瓦。从第8轮开始出现功耗下降的情况，之后先是冲上55瓦，之后逐渐下落到45瓦。作为一台14英寸的轻薄本 ，ThinkBook 14P 能够维持短时间的54瓦，长时间45瓦的性能释放，已经是很激进了。然后再来简单看一下核显 ，R7580H 的核显是 Vega 8。对比去年480H 上的 Vega 7，它依旧是 GCN 架构，但是规格小幅度提升，并且由于工艺进步，默认频率从1600兆赫兹提高到了2000兆赫兹。在搭配3200兆赫兹双通道内存时 ，3DMark TimeSpy 的分数为1224分 ，FSE 1577分，离上一代的入门级度显 MX350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我们测试了一下对显卡压力较小的网游，在最低画质 CSGO 中，原生分辨率下，这台电脑可以达到平均93帧的成绩。如果降低分辨率到 1080P， 则可以提升到136帧，而最高画质的 Dota 2压力就比较大了，原生分辨率下平均只有39帧 ，1080P 下则是51帧。如果你一定要在这台电脑上玩 Dota 2，那我建议在1080P 下把特效降低到第2档，
这样平均能够达到103帧，流畅了很多。如果是单机游戏的话，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1080P 下特效最低只有不到30帧。如果有大型单机游戏的需求，建议还是选购传统的游戏本。考虑到这台电脑的屏幕不错，可能有些人会希望用它来做一些图像处理工作。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它在 PS 中的表现，最终得分737分。这个成绩和主流的创意设计 PC 相差不大，应付一些轻度的修图还是够用的。不过它并不适合 PR 这种需要显卡加速的软件，有视频剪辑需求的话，还是建议看一下带独显的产品。总结一下吧 ，ThinkBook 14P 的 CPU 性能释放很强，在14英寸轻薄本里是第一梯队的水平，但是它没有独立显卡，还是限制了它的图形性能。像重度游戏、视频剪辑这类应用，并不是它所擅长的领域。测完了性能，下面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。室温25摄氏度，对于无独显的轻薄本，我们先采用负载较低的 Stress CPU 进行压力测试。CPU 温度最高93，维持在84.3度，功耗45瓦，频率3.8 GHz。如果换用压力更大的 Stress FPU 单烤，那么温度会小幅下降到81.6度，功耗仍然是45瓦，频率降低到3.3 GHz。然后是表面温度，高温区域主要集中在键盘中部，温度最高的键帽为43.7度，背面中心点36.5度，最热处41.8度。噪音部分，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47.7分贝，不会感觉很吵，但是在轻薄本里有些偏高。总的来说 ，ThinkBook 14P 的散热表现不错，在14英寸的机身内压住了45瓦的标压 CPU， 而且核心与表面温度也没有失控，确实不易。不过呢，它的满载噪音相对来说有点高，如果是在会议室里使用，那建议切换到平衡模式。好了，最后是比巴传统的拆机环节。这台电脑拆解不难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取下后盖。最下方是电池，容量是61瓦时，实测 PCBug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8小时37分钟。中间的防渐停贴纸下面是板载的 16GB 3200兆赫兹内存，实测跑分看图。从分数看，应该是2BG 的内存。左侧是 Intel 的 AX200 无线网卡，支持 WiFi 6。右侧是原装的 512GB 的固态硬盘，型号是海力士的 PC711， PCIe 3.0x4速率，实测跑分如图所示。最后是散热部分 ，ThinkBook 14P 采用了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模组，有3个出风口，在轻薄本里比较少见。本来我以为联想会把小新 Pro 14上的那套散热直接搬过来，没想到他们给 ThinkBook 14P 设计了新的散热，而且实测表现确实不错。看得出来，联想近年对笔记本的散热设计非常下功夫。看完了视频全部内容，相信对这台机器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，第一，性能释放优秀，立式平轴不挡出风口。这台电脑的性能释放可以达到45瓦，是14英寸轻薄本里的第一梯队。而且呢，它采用了立式平轴，不用担心屏幕挡住出风口的问题。第二，屏幕素质较好，且高配可选配 OLED 屏。这台电脑搭载了16:10比例的 2.2K 高分屏，色域色准都不错，而且带有低蓝光认证，很适合它的应用场景。高配版还可以选择 2.8K 100% P3 色域的 OLED 屏，规格更牛逼。第三，外部接口较多。ThinkBook 14P 搭载了2个 A 口、2个 C 口和一个极为先进的3.5毫米耳麦口。在同尺寸中，接口比较丰富，比全 C 口的轻薄本实用多了。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没有搭载独显，图形性能一般。这台电脑的 CPU 性能很强，但是它只有核显，外加3200兆赫兹 2BG 内存，图形性能不是很强。应付一些简单的小游戏以及不需要图形性能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稍微有图形性能要求，那它表现就不尽如人意了。第二 ，USB-A 接口全在机身后侧，需要适应。USB-A 应该是目前最常用的接口，而 ThinkBook 14P 的 A 口都在后侧，插拔不太方便。这台电脑的机身右侧没有接口，如果能塞一个 USB-A， 那实用性会更高一些。第三，原装95瓦适配器比较重。ThinkBook 14P 为了保证性能释放，标配了一个95瓦的适配器，重量达到了400克。虽然400克的重量也很轻，相比这种大砖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但是呢，考虑到这是一台轻薄本，能用这么小的一个适配器解决问题的话，为什么要出门多带一个这个呢？你说是吧？客观的说 ，ThinkBook 14P 已经做到了同类型产品中最强性能加散热，实测比前辈 Yoga 14S 和小新 Pro 14的标压锐龙版更强，可能也是得益于它的3出风口加双热管的设计。不仅如此，这台机器用了和小新 Air 14 Plus 同规格的屏幕，色域色准表现都很好，放在这个价位段里表现是比较出色的。另外，除了我们今天测试的 5800H 的配置，这台电脑最高可以选购 5900HX 的 CPU， 理论性能会更强一些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预算不高，那我觉得入门款的 560H 会更值得选择。6核心的 AMD 处理器性能不差，应付它的使用场景应该是完全够的。
这台 ThinkBook 114P 我推荐给那些对于图形性能需求不高，希望笔记本便携、屏幕素质高、散热好的用户选购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表达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